在台湾呢，每年一到5月啊，人们就要面对一个荷包失血的问题，那就是呢缴纳个人所得税。那每个人呢，只要有收入呢，就必须依照税法的规定来缴税。那为什么要缴纳所得税呢？那以及我们到底要缴多少呢？还有不缴税、不申报会怎么样呢？那如何申报退税呢？这些问题呢，其实对于报税的新手来说呢，是非常常见的问题。但对于报税的老手们来说呢，除非你想再确认一次这些答案是否跟你的认识一致，不然呢，狂人我建议你可以跳过后面的内容，以节省您的时间。也可以看看右上方的资讯卡，先前狂人做的影片，所得税省税大作战，学会这6招，让你今年可以省税，年年都可以省税。这部影片或许对于报税老手来说呢，可能比较有帮助。那这部影片的后面，狂人会针对报税小白在报所得税的时候常见的5个问题来进行说明，希望能够让新手们更加了解每年都要接触的所得税申报是怎么一回事，让每年都可以轻松的面对它。大家好，我是玩乐狂人，跟大家一起学习、成长、玩乐。我就是狂，疯狂玩乐的人。常见问题1：什么是所得税呢？有哪些的收入需要缴纳所得税呢？在台湾，所得税是一种由自然人，也就是个人，或者是公司、法人所支付的税款，那是政府征收税款的主要税种之一。那它是根据个人或企业的综合所得来做计算，那通常是以年度的为单位来做征收。不过呢，所得税呢，其实它主要分成2种，那一种是个人综合所得税，那主要征收的对象呢，就是自然人也就是像我们这种人。那透过这个方式来征收。那另外一种就是盈利事业所得税，那主要征收的对象就是公司、法人这些单位。那虽然定义是如此，但是大家只要听到所得税时，大都是指个人综合所得税，而只要是听到是营所税时呢，才会是指的是盈利事业所得税。这是目前在台湾惯用的方式，请注意不要搞错了。缴纳所得税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政府所需要的营运费用，用来支持国家各种公共事务，例如教育、医疗、公共交通、公务员的薪资，以及各式各样的国防预算等等。那么这些收入，哪些收入是应该要缴纳所得税的呢？在台湾，大部分的个人收入都需要缴纳所得税。常见的缴纳收入包括了工资、薪水、利息、股利、不动产出租所得、专业或技术服务所得以及奖金等等。此外，如果你有在网络上赚取收入，或者在海外取得收入，也可能需要缴纳所得税。具体规定需要详细查询法规说明，或者是可以咨询税务专业人士。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各项收入的税款缴纳的税率其实都不太相同，因此在申报所得税时，需要对不同的收入进行分类和计算，确保你整个算出来的缴纳税款是正确的。那今年关于税率集聚的部分呢，相关规定暂说明呢，可参考右上角资讯卡所得税省税大作战狂人先前制作的影片，那里面呢有详细的解说可以给大家参考。常见问题2：如何报税？需要哪些文件跟资料呢？那报税呢是缴纳所得税的重要的程序，要如何正确的报税是许多人比较关心的问题。那报税又需要准备哪些文件跟资料呢？也是很多人有时候会搞不清楚的问题。那报税的方式呢，主要分成纸本报税跟网络报税这2种主要的报税方式。那比较容易且方便的方式呢，当然是网络报税的方式。那网络报税呢，通常要先进入一个网络的认证，确认个人身份之后呢，才可以开始进行报税。那在报税前呢，可能还是要准备一些文件跟资料。那包括呢，所得证明文件，每一种所得的类别呢，证明文件呢都有所不同。例如薪资所得，它可能就会有薪资所得的扣除单；那银行利息所得就需要银行开立的利息证据、相关证明资料。那用以证明你的收入跟收入来源的单位呢，是可以对应得上的。那
扣除额证明文件。那包括呢，就是家庭抚养啊、赠与啊、捐赠啊、教育花费啊、房屋贷款利息啊等等的各种可以扣除费用的相关证明文件。那以证明你真的有花掉这些费用，那佐证之后呢，就可以依相关规定拿来做抵税哦。那3当然是个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就是比方说身份证啊、健保卡啊、户籍成本等等，可以证明你个人的文件。那如果你是透过网络报税的话，那上面这些文件呢，很多就可以减免，不需要准备。那网络报税时呢，你就是验证身份登录报税系统之后呢，就可以自动从国税局帮您准备好以及收集好的相关报税资料，一次下载到手。那你只需要呢，加以核对资料的正确性即可。除非用到一些特别的需要列举的扣除额的部分，才需要另外提供纸本文件资料。那现在政府做的报税系统呢，其实也是很友善，只要依循着系统的引导，就可以很顺利、很快速的完成所得税申报。所以呢，狂人我呢也是很建议大家多多利用网络报税，那真的是非常省事又省时啊。常见问题3，缴纳期限是什么时候呢？那如何申请缴税的展延？那在台湾呢，每年的所得税呢报税期限呢就是5月1号，一直到5月底，也就是5月31号。也就是说呢，大家要在5月31号前呢，将所得申报表和缴纳的税款缴给税务机关。那前2年因为 COVID-19 的疫情严峻的关系，延长所得税申报期间多了1个月，所以呢到6月30号为止。不过今年开始呢，全部恢复正常了，直到5月31，要注意哦，缴纳的人要注意截止的时间，那不要逾时申报了，直到5月31而已。那申请缴税展延相关的规定又是什么呢？纳税义务人如果受到疫情的影响，或是属于经济比较弱势者，那因为客观的事实发生财务的困难等情况，那导致无法申报截止日前完成缴纳所得税的人，其实可以在5月底前，利用财政部的入口网站、线上服务，或者是邮寄，或者是临柜申请的方式呢，来申请延期，或者是申请分期缴纳所得税。那无论所需要缴纳的税额要多少钱呢？那延期最长的期限就是1年，那分期的话就可以达3年，也就是36期。那国税局呢将会从宽受理以及认定这些资格，以疏解缴纳义务人的资金压力。那这是规定的。那总的来说呢，缴税期限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错过了缴税的期限呢，将会产生逾期的利息还有罚款，而且呢可能也会对你个人的信用造成负面的影响。如果你有需要延后展延缴税的时间呢，要尽早的去跟税务机关提出申请，避免过度的拖延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很重要哦。常见问题是如何申报税务的扣除呢？那哪些支出呢可以申请扣除？那如果你是在职的员工，那有些公司呢会替员工呢做预扣代缴部分的所得税。所以呢，你在申报的时候，你只需要确认这些资料，公司是否有正确的扣对金额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自营事业或者是自由职业者呢，那你就必须自己进行申报了。那另外，当你试算列举扣除额超过标准扣除额的时候呢，那可以透过列举特别扣除额的方式来减少应缴纳的税额。那特别扣除额是指依法可以扣除的支出金额，总共有7大项，包含薪资所得、储蓄投资、幼儿学前、教育学费、身心障碍，还有长期照护以及财产交易损失等。在申请特别扣除额的时候，你必须先准备好相关佐证资料，例如医疗费用的凭证、劳保费缴交凭证、住宅贷款缴交单，还有学费缴交单据等等。接着，你可以透过线上申报特别扣除额，送出之后呢，再将这些佐证的资料寄给税务单位去核可即可。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同的特别扣除额呢，它都有其专属的申请方式和限制。例如，教育支出扣除需要符合相关法令的规定，必须是纳税义务人申报抚养的子女就读国内的还有国外大专以上学校之子女的教育学费。那每年申请的额度呢，也都有上限的规定。因此，在申请税务扣除的时候呢，建议你要多了解相关法律的规定，
和申请的方式，并做好相关资料的佐证，以免漏掉任何扣除额的项目而被拒绝扣除。那今年特别扣除额的部分呢，相关规定及说明呢，一样可以参考右上角的资讯卡。所得税省税大作战，狂人先前做的影片里面呢，有详细的说明以及介绍，大家可以去参考。常见问题5：如何申请退税？那申请退税呢，需要哪些文件还有程序呢？那如果你的所得税预先缴纳的金额大于应缴纳的金额，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有可能有退税的资格。那退税通常在经过当年度的税务申报之后呢，才会进行。那如果发现有退税的资格，那么你需要进行申请退税的程序。那退税的程序呢，大致上呢可以分成3种。那1，网络申报退税。那使用网络登录个人所得税申报系统，那填写完相关申报资料之后呢，并且送出资料。那如果退税申报成功呢，退税的款项呢就会直接汇入到纳税人指定的银行账户里面。那第2种方式，纸本申报退税。那需要填写所得税申报书，并且亲自交到国税局各地的稽征所啊、税务所啊、分局啊、总局啊这些地方。那填写时呢，需要注意填写正确的个人资料，以及退税的金额等等相关讯息。那国税局在进行审核之后，确定是否退税申请成功。一旦成功之后，一样会将税款直接退到您指定的银行账户之中。3，电话申报退税。那你也可以拨打国税警局的客服电话0800-000-321。那透过这个语音系统呢，引导你操作呢，来进行所谓的退税申请。那最后要告诉大家，需要注意的是，申请退税的时间其实是有限制的，一般都是在当年度申报期限内要完成申请。那以今年来说呢，那就是一样，在5月底5月31之前要完成。如果逾期没有申报的话，可能导致你的退税被拒绝。那如果你有退税的资格，那么要及时的申请退税，才可以让你享受更多的税务优惠以及补偿。千万记得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睡着了。如果有退税的资格，赶快去申请。透过网络申请的方式是最方便的。了解所得税的知识呢，对于个人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年都用得到嘛。那当你知道自己需要缴纳多少税款，以及如何合法的申请税务扣除和退税的相关知识之后呢，那你就能够有效的减少税务支出以及降低负担，并且节省你每年都要报税所谓需要花费的时间。那不过呢，要注意哦，税法其实是一直在改变，而且变得更复杂。想要全面的了解每年的税制呢，其实是不太简单的。因此，狂人建议大家，除了自己花费时间多多了解、多多学习以外呢，每年的税务的差异，其实是也可以需要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这也会让你更快、更好的掌握税务相关的知识，甚至有可能因此学到呢那个节省税务的相关知识，那就真的是赚到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按赞并且订阅本频道，还要打开小铃铛哦。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加速获得财务自由的相关知识了。最后呢，福利来了！如果你对于投资理财、退休理财、职涯规划、面试技巧、团队领导或者是专案管理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找人咨询的话，很欢迎您透过下面的说明栏的连结，去免费预约狂人我的时间，我们一起上线针对你的现况来讨论。希望借由这个咨询，可以帮助到你解决问题，直接找到方向。玩乐狂人衷心的祝福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接下来的事业顺利，并且找到自己实现自由人生的方法。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拜拜。